骆驼说电影带你走进电影的世界。那是100年前的北京城，温暖的阳光洒进冬日的胡同。小女孩英子正新奇地望着骆驼，看着骆驼咀嚼草料的样子，不由得学起来。学完又去问爸爸：爸爸，骆驼为什么挂个铃铛？赶狼呗。不，骆驼走远道闷得慌，挂个铃铛又好听又热闹。啊，兴许你的想法更美。童年的英子总有许多奇思妙想，她用纯真稚嫩的眼光观察着这个世界。他们一家刚搬来这间胡同，胡同里有个疯女人叫秀珍，大人们都不允许自家小孩靠近她。英子不懂什么是疯子，也不觉得害怕，因为秀珍总是对她笑。她还以同样的笑脸慢慢靠近秀珍，秀珍拉着她念叨着小桂子。英子不知道小桂子是谁，秀珍就兴致勃勃地将她带进屋，指着墙上抱着金鱼的年画娃娃说：“这就是小桂子。”之后又絮絮叨叨地给英子介绍，这是给小桂子做的背心，这是衬褂、棉袄。英子饶有兴味地听着，觉得就像过家家。她不觉得秀珍有大人说的那么可怕，反而很喜欢和秀珍玩。秀珍会用白矾和指甲草给英子染红指甲，会和英子守着炭火聊天，说说知心话。日子久了，英子从秀珍的口中和邻里间的闲言碎语里拼凑出一个真相。小桂子的爸爸叫思康，是北大的学生。大约6年前，他来秀珍家里的旅馆借宿，他们抬眼间的一对视，就注定了今生的缘分。然而时代动荡，青年学生总是冲在最前沿。某天夜里，旅馆来了很多人，他们带走了好多学生，思康就在其中。他被带走后不久，秀珍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未婚怀孕，秀珍爹妈怕闲言碎语淹没了她，就带她到乡下把孩子生了。孩子一落地，就被爹妈裹着扔到了齐化门的城墙根儿，估计不是让野狗吃了，就是让人捡去了。秀珍自那以后就疯了。疯的时候，秀珍还有些盼头，盼着找到小桂子，盼着与思康团聚。偶尔清醒才是秀珍最难的时候，她的眼中满是藏不住的哀伤。这天，她又嘱咐起英子，如果看见小桂子就领她回来，我不打她也不骂她。说完，又像忘了什么似的哀伤道：可你怎么知道她就是小桂子呢？你不是说过她脖子后头有块芝麻盖大的亲戚吗？亲戚？对了，是阎王老爷一生气呀，用指头给戳到世上来的。笑声充斥着英子的童年。除了忘年交秀珍，英子还有一个朋友妞。英子第一次见到妞是在油盐店，伙计正端着碗逗妞，要她唱一段才将碗还给她。妞眼里含着泪，不肯说话也不肯走。哼，凭什么？嘿，好厉害啊！英子第2次见到妞是在井窝子旁，妞小小年纪就提着一大桶水。她和英子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。英子的父母很爱她，家里的佣人宋妈也很疼她。英子是在父母的庇佑、疼爱下成长的，妞的父母却总是打她，小小年纪就被当苦力，还逼她唱戏卖艺。妞每天都很忙很累，偶尔得闲了，她才能去找英子玩会儿。他们在英子家的西厢房玩小鸡，小鸡有柔软的小黄绒毛，吃起米来头一点一点的。他们还一起荡秋千，晃晃悠悠的，清脆的笑声在屋里回荡。他们是那样快乐。但有一天，妞红着眼眶找到英子，她告诉了英子一个秘密，她不是父母亲生的。英子听到这话，沉默着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妞走后，她忐忑地问起妈妈：“我是不是您生的？”得到妈妈肯定的回答，英子又问：“那您怎么生的我？”妈妈顿时不知如何回答，调笑着说：“从胳肢窝掉出来的呗。”说完又捂着嘴笑出声来。英子听着妈妈的笑声，也跟着笑起来。妞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在磅礴大雨的一天，妞淋着雨来找英子，父母又打她了，她再也无法忍受，想去找亲生父母。英子问她去哪儿找，妞摇摇头，也不知道。唯一知道的是，养父母是打齐化门把她捡来的。齐化门？英子猛然想起，秀珍的孩子就是丢在了那里。她急切地看了看妞的脖子后头，竟真的有块胎记，她就是小桂子。英子带着她去找秀珍，秀珍一看到妞，一眼就认出了，
他是他的孩子。他抱着妞痛哭，把做好的衣服都送给他，之后又急切地拉着妞去赶火车找爸爸。妞第一次感受到母爱，她心甘情愿地跟着秀珍离开。英子在后面望着他们，大雨渐渐模糊了英子的视线。再次醒来时是在医院，耳边传来卖报小哥的喊声，母女俩让火车碾死了。英子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他们要搬家了。英子有些惆怅，爸爸宽慰她，要多想想将来的事，比如新的家、新的朋友、新的学校。英子懵懂地问，那过去的事呢？爸爸说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慢慢就会忘记了。与秀珍妞那些甜蜜快乐的时光，在英子眼前一幕幕闪过，最后彻底消失不见，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。如今的英子已经是个成熟的小学生了，她喜欢新课文《我们看海去》，念课文时就像躺在船上一样，真的能看到海。她正读着课文，门口传来咚咚的响声，几个孩子在门口踢球，英子学着大人模样，斥责他们到一边踢去。男孩一不小心将球踢进了废弃屋子的草丛中，传说那里闹鬼，男孩不敢进去捡球。打小鬼羞不羞？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英子走了进去，没捡到球，倒是看到一个铜盘子和自鸣钟。晚上他就听到宋妈说，附近闹贼了，丢的正是一个铜盘子和自鸣钟。英子不知道为什么会闹贼，也不知道贼是什么样子的。爸爸告诉他，一个鼻子俩眼睛，和咱们一样。那既然一样，人又怎么分辨贼呢？小英子有着一堆的疑惑。第二天他又走进了那个草丛，在那里他看到一个男人。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。你是来拉屎的吧？对对对，不讲卫生。我们这号人讲不了卫生。英子觉得男人很有意思，时常来找他聊天。男人告诉他，他有个弟弟，与英子是同一个学校的，就要毕业了。弟弟年年考第一，很有志气，长大了还想漂洋过海去读书。然而他们的家境是极其困难的，窝头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。男人一个人养着一大家子，迫不得已做了这行。男人和英子感慨，弟弟不知道我干这一行，拿我当个好哥哥。我供我弟弟读书，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像样的人。我这样不是好人吗？你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不懂，人太多了，我分不清。你分得清海跟天吗？你见过海吗？我们有一棵树，叫我们看海去，可我没见过海，我分不清海跟天，我也分不清好人跟坏人。小妹妹，将来总有一天你会分得清的。夏日灼灼，知了不停地鸣叫。很快就到了毕业典礼那天，学校的大会堂里响起送别的歌声，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英子看着一个男孩跑向了男人，那就是他的弟弟吧。毕业典礼结束，英子去逛集市，又看到男人带着弟弟玩套圈，在小吃摊吃小吃。弟弟闷头吃着，他在边上看着，时不时给弟弟续上。他的勺子从未放进嘴中吃上一口。或许是男人要陪弟弟，英子已经几天没在草丛中看到男人。她只看到一个大包袱被石头压着，包袱旁边还丢着一个小佛像。英子捡了佛像出来，迎面撞上一个戴草帽的大叔。他问英子手里的东西哪来的，英子告诉他从那边草丛捡的。这之后没多久，男人就被抓到了。听街坊邻里说，那草帽大叔是个便衣警察，已经蹲点好几天了。英子躲在宋妈身后，看着男人被抓走，晶莹的泪珠充斥着眼眶。回到学校，她再也无法像其他小朋友那样欢快地唱起送别。她开始懂得，有时候离别就是永别，就像她再也见不到妞和秀珍一样。英子不想离别，可一切又岂能如她所愿？时间一天两天过去，英子添了弟弟，父母的身体也不再那么强壮，尤其是爸爸，他咳嗽得厉害。家里的琐事幸亏有宋妈撑着。宋妈在这里工作已经3、4年没有回过自己家看看儿子女儿了，只有她丈夫每半年来一次。
每一次都将她的全部工资拿回去。宋妈想孩子想得厉害，英子想不明白，宋妈为什么不带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要来她家当女佣，为什么自己挣的钱要给别人。宋妈只告诉她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宋妈让人给丈夫捎信，下次来时把儿子小栓子带来。信捎出去后，宋妈高兴坏了，仿佛小栓子等会儿就到了似的。她还调笑着问英子和弟弟，小栓子来了，你的新板凳给不给他坐呀？小栓子来了，可别笑话他呀，他是乡下人，可土着呢。宋妈哄着弟弟在膝盖上颠呀颠，满怀期待。然而几日后，太阳斜过来，宋妈丈夫牵着小驴走来，她只身一人，并没有带孩子。宋妈的笑容没有了，绷着脸瞅着丈夫。英子不喜欢她丈夫，自顾自地去上学。回来时，宋妈在门口捂着嘴哭泣。妈妈告诉英子，小栓子已经死了几年了，女儿也被丈夫卖给了一个赶马车的。赶马车的北京城满世界的转呀，想找也找不回来了。宋妈哭过后就坐在灶火旁，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她脸上，她木然地一动不动，仿佛失去了灵魂。英子扑进她的怀中，感受着她的悲伤。冬天到了，英子又换上小棉袄，她悄悄来到医院。爸爸病重，说话有气无力。他问英子，这学期有没有迟到呀？英子骄傲地说，自从1年级那天下雨，我想逃学不起床，挨了你打以后，我再也没迟到过。你恨爸爸吗？不恨。不恨就好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是不是？爸爸的花落了，他成为山坡上小小抑郁的墓碑。有时被他帮助过的学生回来探望，宋妈也坐上驴子，跟着丈夫回家。英子一直朝后面看着，看着爸爸被草木掩映，看着宋妈在驴子上一再回头，看着看着，后面什么都看不到了。英子带着种种疑惑告别了童年，她长大了。《城南旧事》是由吴一公执导，沈洁主演的剧情片，改编自林海音同名短篇小说。影片像一篇纯美的散文，有着一种委婉的诗意，满含人间烟火味，却无半分名利心，素雅淡泊，有条不紊，慢慢的，缓缓的。原著里曾有这样一段话，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，沉得住气的动物，它从不着急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叫，毕竟总会走到的，总会吃饱的。也许它天生是该慢慢的，某种程度上，人和骆驼一样，我们需要慢慢的。有时我们总盼望着长高了变成大人，就可以尽情去做想做的事，不再被管束。长大后才发现，生活在群体中哪有不被管束的，哪就能随心所欲，反而是被道德、责任、义务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做梦都想回到童年，找回那些消失在历史洪流中重要的人或物，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但也如原著中说的那样，请不要为了那夜已消失的时光而惆怅。如果这就是成长，那么就让我们安之若素。愿你慢慢长大，愿你有好运气。如果没有，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，愿你被很多人爱。如果没有，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，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想看更多的电影解读，记得关注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。